欢迎收听《生命的光》。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科学家、宗教还有量子纠缠这个话题。我们手边有一些相关资料，内容蛮丰富的，谈到了历史上一些大科学家的信仰状况啊，还有就是现代科学发现常常会引发一些很深的哲学思考。当然，也一定会谈到科学跟信仰之间那个有点复杂的关系。而且不少资料有提到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有些顶尖科学家特别好像到了晚年会更倾向宗教或哲学思考？这个对我们一般人有什么启示？特别是对基督徒朋友来说，科学研究又能代表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深入看看。好，那我们先从历史稍微看一下好了。很多人可能下意识觉得科学跟宗教就是两条平行线，甚至是对立的。但如果真的去看历史，像是那个奠定古典物理学基础的牛顿，他本人其实非常虔诚。对，牛顿很有名嘛，他那个代表作《数学原理》里面就不止一次提到，他觉得自己做研究就是在理解上帝创造的宇宙规律。诶，是哦，他是这样想的。还有伽利略也是，虽然我们都知道他跟当时的教廷关系有点紧张，对，课本都有读到。不过那个冲突其实也蛮复杂的。反对他的不只是教会的人，也有一些就是死守亚里士多的派哲学的学者。但重点是，伽利略他自己一直都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原来如此，所以说科学和信仰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那种黑白分明的对立，对吧？没错，这种连结其实到现代也一直存在。像我们资料提到的柯林斯 （Francis Collins），对，人类基因图谱计划的主持人，非常厉害的科学家。他就是一个例子。他从无神论后来变成基督徒，听说一部分原因是他在当医生时看到信仰在病人身上那种力量。还有一个影响他的是鲁易斯 C.S. Lewis 的书，对，他也提到这个。柯林斯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他觉得科学跟信仰不但不冲突，还可以互补。互补怎么说？他的意思是，科学很厉害，可以回答这个世界如何运作，像是物理定律啊、化学反应这些。但信仰呢，处理的是更根本的为何存在的问题，就是关于生命的意义啊、目的啊这些。这点出了科学说法本身的一个算是范围或者局限性。可以这么说。这让我想到资料里那个比喻，我觉得蛮贴切的。就是说，科学家可以把一个蛋糕分析得非常透彻，里面糖多少、面粉拿来的、用什么温度烤了多久都可以知道。但科学本身好像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阿姨要烤这个蛋糕。对，是为了庆生，还是只是想表达关心？想知道目的，你就得去问那个做蛋糕的人，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科学方法本身，它没办法证明上帝存在，也没办法否认，它也没办法直接回答生命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这就接到近年来物理学上一个很热门的讨论，就是所谓的宇宙微调。我有听过这个，就是说宇宙里很多基本常数。没错，像是引力常数啊、电磁力的强度啊等等等等。科学家发现这些数值好像都被设定在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范围内，只要差那么一点点，比如说引力稍微强一点或热一点，会怎样？那可能恒星就没办法形成，或者原子根本不稳定，那生命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了。哇，这么刚好。就是这么刚好，这种恰到好处的精确度，就让一些人包括像柯林斯会觉得这背后是不是好像指向一位设计者？这是一种可能的推论。当然了，科学界有其他的解释，比方说多重宇宙假说。那个是说可能有无数个宇宙，各有各的物理定律。对，然后我们只是碰巧活在一个参数设定的刚刚好，允许生命存在的宇宙里。但这个说法目前还很难验证吧？非常难，目前还是在一个高度猜测的阶段。不过这些发现确实把我们带到很深的哲学层面去思考了。这也稍微碰到我们今天标题里的量子纠缠。虽然我们手边资料对
纠缠本身的细节琢磨不多，对，但整个量子力学都充满了那种很挑战我们一般想法的现象。没错，非常反直觉。比如那个很有名的双狭缝实验呢？啊，我知道，就是那个光子，你看它的时候像粒子，不看它的时候像波。对，简单说就是这样。好像我们选择怎么去看它，或者说测量它，就会影响它的行为。这种观察者好像会影响客观现实的现象，真的很诡异。是啊，所以有些神学家就会从这里去联想一些古老的问题，比如说上帝的全知全能跟人的自由意志，这两者要怎么共存？哦，这个连结蛮有趣的。量子世界的那种不确定性，还有很多吊诡的地方，真的会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实在到底是什么。是啊，感觉宇宙比我们平常想的要奇妙得多。没错，还有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就是被称为激光之父的汤斯 （Charles Towns）。哦，他也有提到信仰。他说过，他的信仰是他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他觉得科学跟宗教其实都在探索宇宙的奥秘，只是路径不同。他甚至还提到，当年发明那个微波激射器 Maser， 就是激光的前身嘛，那个关键的灵感是在公园里安挺沉思的时候得到的。哇，这也太神奇了。对啊。好，那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今天从这些资料看下来，感觉科学在探索宇宙如何运作这方面成就非常惊人，但同时对很多人来说，包括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在内，科学的发现好像不但没有让人觉得不需要信仰了，反而可能让人更深刻的去问为何会是这样，甚至把目光投向一位可能的创造者。对，就像资料里特别强调的，对很多基督徒来说，科学因此有了多重的意义。它不只是一套解释世界如何运作的知识，它更可能是一套途径，帮助他们去理解宇宙，去认识上帝，还有他的作为。也就是说，科学发现有时候甚至被看成是间接指向造物主存在的线索。有些人是这么看的，没错。了解。好，那最后我们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让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如果科学不断地揭示出这个宇宙有着令人惊叹的、非常精妙的秩序，还有很多特性，看起来简直就是为了生命的出现而量身定做的，那这是否意味着宇宙本身就内建了某种客观存在的意义呢？或者说，所有的意义终究只是我们人类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主观去赋予的一种诠释呢？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